我叫林修，是一名专和遗体打交道的入殓师。不过今天我应聘了一座私人博物馆的夜班兼职保安，因为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日薪1万。哎，你怎么烧掉了？烧了，这合同才算生效。林先生，欢迎入职第9号私人博物馆。记住，干满1个月给你结算工资，不然除了要赔付天价违约款，其他后果你也自负。这是什么？上一个夜班保安。人怎么可能变成这样？这黑心女资本家想签了合同把人吓走，专门骗违约金吧？入殓师都没见过这种死法。快到点了，我得走了。希望你能多干2天。1. 本馆营业时间为晚12点至到6点，不要在白天来上班。2. 如果看到唐三彩这木兽的眼珠子在转，请立刻用红布盖住它，绝对不要和它对视。3. 器械玉簪，如果听到女人哭，请假装听不见，千万不要回答她的任何问题。4. 无头青铜俑的头找不到了，如果他向你讨要头颅，把你桌子上的假人模特头扔给他，然后锁死工作间的门。让我看看是谁在装神弄鬼。我一个入殓师，连碎成8块的尸体都敢大半夜一个人缝，什么阴间场面没见过？这破博物馆，怎么所有的东西都是残缺的？老板，这儿有监控啊！这可不是我弄坏的，别想扣我工资。这碎的也太闹心了，唉，职业病又犯了。承重不够，得打个金刚销。这是什么力量？还是有点歪，立不住，得上吊架固定一下。完美，这手艺
哪怕是在火葬场，家属看了都得给我磕一个。百米神钉贯穿，虚空锁链附轨，挥手间让 S 级诡异灰飞烟灭。这究竟是什么级别镇灵式的力量？副队长 ，S 级诡异巴比修罗，真的就这么彻底消失了吗？不，诡异的力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就像你无意中击杀了一只禁鬼，获得它的力量一样 ，S 级诡异巴比修罗的力量也会转移到击杀他的人身上。昨晚究竟是谁出手击杀了巴比修罗？谁呀？修哥，大新闻！昨晚半个城区都戒严了，听说就是照片里这尊 S 级大诡异搞的鬼。现在消息全网封锁，这是我朋友拍下来保存的，牛逼吧？这不就是我昨晚修的那尊破铜像吗？这是被谁 P 图放大了，加点闪电特效吧？这死胖子还真是什么八卦都信，少信这些无聊的合成谣言。哥哥，我当入殓师这么多年，都没碰见过什么真正的诡异事件。赶紧搬你的砖去吧。不过话说回来，真奇怪，上了一晚上夜班不仅不累，反而觉得浑身有用不完的牛劲儿。不对啊，什么时候多出来个第5条？哼，该不会是有人知道我把那破铜像给修好了，连夜进来加上了这一条，准备赖着我吧？林先生，你还活着？当然活着，不然你见鬼了！能安全度过第一天，不错。苏秘书，这守则怎么还莫名其妙比昨天多了一条？是不是你们偷偷加的？别多问，你只需要无条件遵照守则上的每一条去做就行了，这样你才能活得更久。哎，我已经把那个铜像给修好了，我必须声明。那铜像我接班的时候，它本来就是碎裂的，可不是我打碎了才修复的。你们资本家可别想用这事儿扣我的钱。什么？你把巴比修罗铜像修复了？走，快带我去看看。你居然真的把巴比修罗给完整的修复了？那自然，从小我就有个说不清的本事，不管什么残缺的东西，只要看一眼，我脑子里就能立刻知道它原本完整的样子。在殡仪馆这么多年，经我灵修修复过的遗体，主打一个100%好评。既然你修好了它，就要对它负责。如果它再坏了，那出现的后果也都要由你自己承担。喂，不是吧？这东西本来就是坏的，是我给修复好了，凭什么它再坏了要我承担后果？你不会是想找借口扣我工资吧？还有，我倒想问问你，我把它修好了，我有什么好处？你已经拿到修复它的好处了。什么好处？我拿什么了？漂亮女人最会骗人，这女的不会想空手套白狼吧？这样吧，除了你已经获得的好处，老板发话了，你每修复一件文物，我再给你增加10万的修复费。10万一件？哎呀，苏大秘书，那感情好啊！早说给钱不就完了吗？这事儿咱们好商量。要是这样的话，你放心，只要钱到位，我能把你这博物馆里所有的文物全都给修好，包你们焕然一新。一件10万，10件100万，发了。
又是一天夜班开始了。今晚除了值夜班，我还能再修一件文物。这什么情况？不对，这绝对不是自然开裂的，更像是被剑或者斧头砍出来的。究竟是谁干的？苏秘书？不对，这女人今天一整天踩着高跟鞋在旁边盯着我，跟监工似的，根本没机会下手。不管了，先给她补上再说。今天争取再修复一件，但也必须加强巡逻，别被我逮到谁干的。就你了，缺口不大，好修得很。修完这一件，又是10万。10万块，10万块。10万块，10万块。什么鬼？我工具呢？那么大一堆工具呢？长腿跑了？这究竟是谁干的？找到你了！破坏巴比修罗铜像的和偷拿我工具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对了，我去查监控，不一清二楚了。第6条，在你修复一件文物之前，请务必先看看它旁边其他文物的反应。这又是谁在装神弄鬼？我修个文物，还要看周围其他文物的意见？你的意思是其他文物把我的工具给偷走了？扯淡！一堆破铜烂铁还能成精了？绝对有人在背后搞鬼！别让我揪出来是谁！查一查监控，一切就水落石出了。怎么回事？信号断了。难道监控也被人动过手脚？这是之前保安写的日记。第1天，我来到这座私人博物馆做夜班保安，一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这钱赚的也太轻松了。第2天，我在巡逻时震惊地发现，很多文物居然变了动作。那尊青铜俑的手臂抬高了，仕女图里的眼睛盯着我。他们之前明明不是这个动作的。第3天，我将这件事告诉了苏秘书，他说我夜班太闲，脑子容易胡思乱想，让我如果夜班闲得没事，可以去修一修那些残缺的文物，还会额外再给我一笔丰厚的费用。第4天，为了钱，我开始修那面残缺的青铜古镜。
但是他们不想被修好。而当晚，一把青铜剑突然从展柜里飞出来，擦着我的头皮，差点扎进我的脑袋。我明白了，我不该修那件东西。我看着那面镜子，我的手指开始变硬，变成白色，就像瓷器一样。我正在成为它的一部分。如果按照日记上写的，前台那一堆白花花的碎瓷片，还真就是上一个保安。这样解释似乎一切都说通了，包括我的工具为什么会被偷。但是这也太扯淡了吧！不对啊，我刚才修那面破镜子的时候，脸也对着镜面照了半天，手指也摸了镜子，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谁？这究竟是谁干的？在你修复一件文物之前，请务必先看一看它旁边其他文物的反应。不管了，今天先修好这铜镜再说。真是我多虑了，我居然会信那破手册上的鬼话。这文物真的会动！什么时候有这么快的反应速率了？还有这力气，都快赶上超人了吧？难怪白天感觉浑身有用不完的牛劲儿，这不是错觉。这鬼东西在干什么？打不过准备投降。这样，这破烂玩意儿是真的想要我的命！不干了，36级走为上。这是博物馆还是鬼屋？还在偷袭的！
终于不追了。可惜了，全都是残破的。鲁百段，你笑了？这地方也很邪门，这破博物馆没一处正常的地方。不是吧？一晚上的时间，伤口就好了？这什么恢复力？我还是人吗？你来的正好。看样子你已经发现了。你们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博物馆吧？那堆破文物会动，会偷东西，还会拿剑砍人。这哪是夜班保安，分明是拿命上班！我不干了，给多少钱都不干了！走人，林先生，单方面毁约可是要赔偿1000万违约金的。哼，1000万，你把我卖了都不值1000万，大不了我去当老赖，总比把命丢在这里强。你以为现在想不干就能不干吗？你修复了巴比修罗，你也亲眼看见了，那些东西根本不想被修复。你留在这儿，他们还有所忌惮，可要是走了，他们可是会跟着一起走哦。你留在这儿，他们还有所忌惮，可要是走了，他们可是会跟着一起走哦。你少拿这些话吓唬我。好啊，那你可以试试。不过，只要你愿意继续留在这里，从今晚开始，你每修复一件文物，报酬翻10倍。10倍？之前是1件10万，10倍，那岂不就是100万？干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你必须告诉我，这博物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为什么那些破铜烂铁全都会动？这里是不是真的在闹鬼？林先生，你的问题太多了。在这个地方，真相是最昂贵的东西。你想知道答案可以，你每成功修复一件文物，我就回答你一个问题。今晚祝你好运。第7条，镇守者展区是唯一的安全区，不知他们是否欢迎你？又凭空多出一条。镇守者展区，那些巨大的青铜雕像原来叫镇守者，那外面那些会动的玩意儿又算什么？邪物、鬼物，还是被镇压的东西？至于他们欢不欢迎我，昨晚在那儿躲了一夜也没人敢，应该是欢迎的。今晚要是再遇到什么不对劲儿的，直接往那儿跑就完事儿了。这守则虽然不知道怎么出现的，现在看来说的却都是真的。既然退路找好了，该干正事儿了。4. 无头青铜俑的头找不到了。如果他向你讨要头颅，把你桌子下面的假人模特头扔给他，然后锁死工作间的门。无头青铜俑应该好修复。今晚就修它。做入殓师时，遇到那种出车祸脑袋都没了的遗体，不照样用石膏软陶给家属捏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
没有原装的，我就亲手给你造一个新的。大功告成。来了。等着。行，要头是吧？原装的没有了，但哥给你捏了个一模一样的。完美，100万到账。怎么回事？好烫！A 组失联 ，B 组防线崩溃 ，C 组全员生命体征消失。我的身体在哪儿？把你的身体给我！近72小时内，全市诡异事件暴增3倍，其中最危险的一起，代号已确认为青铜头颅。目前为止，总部已折损3名 A 级镇灵师，7名 B 级镇灵师。单单一颗头，就已经有 S 级强度了。不是可能，是已经确认。一旦让他找到身躯，后果不堪设想。目标消失了！什么？消失？怎么可能？不是隐匿，是彻底失去诡异反应了。调出最后画面。我的身体在哪儿？他找到身躯线索了。真的变成死物了。卢百段是谁？锻造者？难道这 S 级诡异是被人特意制造出来的？绝不可能！除了这个青铜头颅，还有他的身体下落不明。别忘了，那可至少又是一名 S 级诡异。立即搜集关于卢百段这个名字的一切信息，追查此次诡异事件的来源。
我可是夜班保安啊，连打扫前台卫生的活都让我干。嗯，这是什么？等等，这女的，这是苏秘书。怎么看着这照片有些年数了？民国17年秋，民国17年，那可是1928年，距现在快100年了。这要是苏秘书，他岂不是活了上百年？哟，苏秘书，早啊！来结账吧。结账？是啊，昨晚我成功修复了无头青铜俑。你把无头青铜俑给修复了？这不可能！巴比修罗只是身体开裂，有碎片可以拼凑，但无头青铜俑的头部可是彻底遗失，你怎么可能修得好？嗨，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装的头没了，那就重新给它捏一个呗。看来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先别急着夸我，你可是承诺过，我修复一件文物，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这张照片里的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会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民国17年，那可是将近100年前了。这是我奶奶。我们家遗传基因好，我长得像我奶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100万会准时打到你卡上。我还有事，先走了。哼，你奶奶能和你穿同一双高跟鞋？苏秘书，照片里的人就是你。一个活了100年的女人，还有那些诡异的残破文物，这座博物馆绝对有大秘密。这女人恐怕不会说实话，那我就自己查。这博物馆有不少年头了，网上总该有点什么消息吧？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可是市中心的建筑。有了，民国奇人，果然和苏秘书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靠！刚刚还在的，怎么1秒钟就被删了？这么精准的屏蔽和删除，绝对有某种庞大的势力在掩盖关于这座博物馆和鲁柏段的一切。看来在网上是查不到什么了，只能找那死胖子问问线索了。他路子野，八卦多。修哥，你这好几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殡仪馆的活都给推了，到底干什么发财的买卖去了？找了个夜班兼职。胖子，听我一句劝，有些事儿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切，装什么神秘？我问你，你前2天发我的那张巴比修罗的照片，真不是你 P 图恶搞的？修哥，你可以侮辱我的体型，
但不能误入我的情报网。那照片千真万确。修哥，你看这是什么？这也是最近刚刚爆出来的灵异事件。虽然马上就被全网封杀删除了，但胖爷我手快，截了图。这不是我昨晚给无头青铜影照着比例捏出来的那颗脑袋吗？怎么会一模一样？看傻了吧？听说这青铜头颅到处杀人，嘴里一直喊着要找自己的身体，死了很多人呢。那苏秘书真没骗我，离开了博物馆果然有大麻烦。那后来呢？这玩意儿去哪儿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官方出动了镇灵司，已经把这颗头给彻底解决收容了。镇灵司？那是什么机构？修哥，你这问题算是问对人了。镇灵司可是官方成立的绝密特殊部门，专门处理全国各地频发的，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灵异诡异事件。听说最近诡异事件越来越多，镇灵司人手不够，正面向全国广招奇人异事呢。既然镇灵司专门处理灵异事件，还收容了那颗青铜头颅，那他们内部的档案库里绝对有关于第9号私人博物馆和卢百段的情报。只要能进入镇灵司，肯定能了解到这博物馆的一些消息。胖子，你在镇灵司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也想加入。我靠，修哥你疯了吧？那可是官方的特殊部门，里面全都是能飞檐走壁、降妖除魔的大佬，我上哪去认识那个种大人物？你不是说他们在广招奇人异事吗？招是招，但门槛极高。只要你能证明你自己拥有特殊能力，通过镇灵司考核，就能破格加入。特殊能力，这种算不算？修哥，你真有特殊能力？胖子，帮我报名。那钟里面好像有什么活物在盯着我们看。我一来就感觉喘不上气，这镇灵司的考核到底考什么啊？欢迎来参加镇灵司的选拔，我是本次考核的主考官，镇灵司副队长白洁。镇灵司招录新人的规则很简单，强者留下，弱者淘汰。看到那个钟了吗？里面困着一只 A 级诡异，代号十面。疯了吧 ！A 级诡异，可是能摧毁半座城的恐怖怪物，就这么放在这里？安静！考核期间，镇灵司只会解除它部分封印，让它释放出极小一部分诡异气息。能承受住 D 级诡异气息者，可成为镇灵司见习镇灵师；能承受住 C 级诡异气息者，可直接成为正式 C 级镇灵师。若有人表现优异，能承受住 B 级诡异气息，可直接认证为 B 级镇灵师。敢问副队长，你是什么级别的镇灵师？我们白洁副队长可是 A 级镇灵师，整个镇灵司能达到这个级别的也是凤毛麟角。对于你们这些菜鸟来说，能在一开始承受住 D 级诡异气息不被吓尿裤子，就算祖坟冒青烟了。A 级镇灵师，听这口气 ，A 级已经算天花板级别的大佬了。
不知我能通过什么级别的考验。考核现在开始。我的脸！我的脸好痛！看来我通过考核还是没问题的。这么夸张的吗？继续开放到 C 级。我看见了，那里面有脸，好多脸！滚出去！从我脑子里滚出去！别吃我！别吃我！这已经是你们的极限了，赶紧滚出去！不要耽误我挑战更高难度，直接将难度提升到 B 级。直接将难度提升到 B 级。你确定？自然。副队长，真的要开到 B 级？有我在，出不了事。我的脸被撕下来了！这新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C 级和 B 级镇灵师可是天差地别，镇灵司这么多年招录新人，还真没有几个能直接通过 B 级考核。不对，你们快看那个新人！目标是那个新人，所有人后退！快躲开！我没感觉到危险。应该能抵挡吧。糟了，这新人的心理素质太差了，他完全被 A 级诡异给吓傻了，连躲避的本能都没了。他不躲，副队长就算会瞬移也救不到他呀。滚回去！
那可是 A 级诡异10面，被新人连中带诡异一起被打爆了，而且就用了1级。我们是在进行新人考核吧？他一拳把 A 级考题给打没了。没记得自己在博物馆中有这么厉害的力量啊！灵修，恭喜你，你通过了新人考核，正式加入镇灵司。镇灵司高层一致决定，将你认证为 A 级镇灵师。A 级镇灵师是镇灵司绝对的核心力量。从今天起，你将享有镇灵司最高级别待遇，以及一切情报和资源的清醒。赌对了，有了 A 级权限，便可以调查第9号私人博物馆了。灵修，有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你的力量很特殊，根本不像是后天训练得来的，倒像是直接从诡异身上获取的。什么意思？在我们的世界里，有一条铁律。诡异的力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哪怕是一只 S 级诡异被镇杀，它的力量也不会消失，而是会直接转移到击杀它的人身上。诡异的力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你刚才击杀了 A 级诡异10面，按照定律，你现在已经继承了10面的力量，加上你原本就拥有的力量。我们对你的真实战力评估，至少是顶尖 A 级。击杀诡异就能获得诡异的力量。我自从修复了巴比修罗和无头青铜影后，身体便异变。难道巴比修罗还有那个无头青铜影都是诡异？可问题是，我并没有击杀诡异，只是帮他们修复了。白队长，你说的这些太深奥了，我听不太懂。实不相瞒，我以前的职业是一名入殓师。你也知道，这行天天与人打交道，估计是我不小心沾了什么东西吧。既然你不愿多说，镇灵司也不会强迫。每个强大的镇灵师都有自己的秘密，只要你的力量用来对付诡异，你就是我们的战友。灵修，我代表镇灵司特别行动组正式批准你入组，欢迎加入。合作愉快。指挥官，城市西区地下河道深处爆出高强度诡异波动，能量度数正在飙升，已突破 A 级临界值。立刻调取现场画面。初步代号确定为锈蚀铁武工，目前已有2支下井检修的市政工人团队遭遇袭击，伤亡惨重。必须立刻把他拦在地下，绝不能让他窜到地面街区。立刻通知白街副队长，让他带领特别行动组即刻前往地下河道进行镇压。按理说，新人会经过至少半个月的培训，才会参与外勤任务。但眼下情况紧急，而且我显然不能把你当作普通的新人来对待，希望你能理解。我懂，兄弟，这可是实战，面对的是货真价实的 A 级诡异，可不像考核时打靶子那么简单。你待会儿可千万别腿软啊！停，他就在前面，准备战斗！
结阵！退后！好来。林修，林修，别硬扛，他的攻击力太强了。我靠 ！A 级诡异的全力一击，连他防御都破不开。他真的是新人吗？看完了，想走，该我了。给我起！这新人，我怎么感觉他比诡异更凶残？还敢呲牙！筑气者卢百端，卢百端，那个镇守者青铜像，这地下河道里的 A 级诡异，和他究竟有什么联系？居然又是卢百端！白队长。你知道卢百端？你跟我回总部，去了你就知道了。你看看这个。照片中的那颗头颅，真的与我捏出来的一模一样。我之前根本就没见过无头青铜有原来的头长么样，这是巧合还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了？见过这东西？没有，只是觉得这青铜头部的造型太诡异了。这是被一位神秘镇灵师一击秒杀的 S 级诡异。和刚才那只 A 级蜈蚣一样，他的身上也刻着这个名字。白队长，这个卢百端究竟是什么人？
根据镇灵司目前能查到的外围资料，卢百段是一位活跃在民国时的奇人，传闻他是一位绝顶将士，拥有一双能塑阴阳、复死无以灵的神手。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以及他是怎么死的，这些核心记录全都被锁死了。锁死了？你都没权限看？不仅是我，就连总指挥官都无权直接查阅，因为所有关于卢百段的情报都被归入了一个代号为第9号镇灵工程的 SSS 级绝密档案里。什么？第9号镇灵工程？没错，这是建国初期设立的最高机密。我目前已向京城总司申请了部分查阅权限。可是无论 A 级诡异锈蚀铁蜈蚣，还是这个青铜头颅，明显都和这卢百段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加紧去了解关于卢百段和这第9号镇灵工程的一切。审批流程大概需要几天时间。灵修，我知道你很急，但这件事牵扯极大，你先稍等几日，一旦档案下发，我第一时间通知你。第9号私人博物馆，第9号镇灵工程，都有第9号这3个字，且都和卢百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那个全是残破诡异文物的第9号私人博物馆还有着别的身份？灵修，你听到了吗？好，我等着。今晚我再修一件文物，等明天一早，我就拿停止修复做要挟，必须逼苏秘书说实话。如果他敢再拿什么100年前的奶奶这种鬼话骗我，哼，老子这活绝对不干了。遗失，果然，今天白天在地下河道遇到的那只 A 级诡异铁蜈蚣，居然真的是这博物馆里跑出去的。可为什么在博物馆这么小的摆件，出去居然能变成10几米？这博物馆里的东西虽然会动会伤人，但体型和力量跟外面的 A 级 S 级诡异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0个。足足30多个带有仪式标签的空展台，这岂不是意味着，至少外面还有30多个像铁蜈蚣、青铜头颅那样恐怖的诡异，在四处杀人？今晚就修复它吧。假装听不见，这我最擅长。你能看见我吗？入殓师第一准则。工作时绝不分心。你为什么不理我？你愿意帮帮我吗？回答我！搞定。
竟然像活人一样，有微弱的呼吸声。谁在叹气？我怎么刚刚感觉是这博物馆在叹气？这破博物馆不仅每一件文物都会动，难道连这座建筑本身也是活的？苏秘书，我又修好了一件文物。辛苦了。100万的修复费，稍后会按约定打到你的卡上。钱自然是一分不能少，但不仅仅是钱。按照约定，你还得回答我一个问题，而且必须是真实的回答，别再拿什么奶奶的照片这种鬼话来糊弄我。如果你今天再敢骗我一个字，我保证以后不管你给多少钱，我都绝对不会再修这馆里的任何一件东西。你想知道什么？这座博物馆究竟是什么来头？它和第9号镇陵工程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知道第9号镇陵工程？这就不用你管了。现在，把真相告诉我。你既然知道了这个名字，那就告诉你吧。这座私人博物馆其实是一座坟墓。坟墓？第9号私人博物馆就是第9号镇陵工程。坟墓？那是谁的坟墓？还有卢百段呢？卢百段到底是谁？他扮演着什么角色？林先生，因为上一次我骗了你，作为亏欠，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你2个问题：这座博物馆是什么，以及它和工程的关系。你却在刚才又一口气问了5个问题。苏秘书，你别在这卡 bug 啊！规矩就是规矩。想知道这是谁的坟墓？卢百段是谁？今晚继续努力修复吧。第9号镇陵工程就是这座博物馆，而这是一座坟墓。那这里面究竟埋葬着谁？你申请查阅的档案批下来了。终于拿到了。这怎么回事？我刚拿到的时候，反应和你一样，这份档案是残缺的，或者说，是被刻意物理抹除的。上级领导了解我们追查近期大批诡异爆发的苦衷，也知道这很可能和第9号镇陵工程有关。但是高层去和当年第9号镇陵工程的参与者沟通过了，那边态度极其强硬，根本不希望将这份档案对镇陵司公开。所以上级能给我们看的，只有这些没有被完全涂黑的边角料。第9号镇陵工程的参与者，这可是建国初期甚至民国时期的工程。如果那些参与者还活着，那得是多大岁数了？活了上百年，不过也不是不可能。我不就认识一个苏秘书，活了上百年吗？以身为器，以身殉镇，永久镇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14人，为什么是14个人？
如果底座刻着鲁百座的镇守者雕像，就是档案里提到的以身殉阵的镇灵师。可博物馆里只有12座完好的雕像，加上那一座坍塌成废墟的，满打满算也只有13个。第14个人去哪儿了？灵兄，我怀疑鲁百段就是第9号镇灵工程的14名参与者之一。最近爆发的这么多高阶诡异，全都与他有关。这绝对代表着这项第9号镇灵工程出了大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这座工程的真实地址，只有调查那里，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全市的诡异危机。地址我早就知道了，可那里面的水可比想象的深得多。白洁、林修，立刻行动！郊区一座近期被挖掘的古墓中爆发异常诡异波动，镇灵司派出的先遣调查队被困地下，生死不明。命你2人立刻带队前往营救。收到。磁场全乱了，诡异干扰太强，探测仪根本找不到先遣队的位置。把手电筒关掉，让我来。在那边，9点钟方向，大概300米，他们在被围攻。糟糕，撑不住了！白队，林修，你们终于来了！你们看这墙上，不对，这些符文的纹路和走势，居然和博物馆穹顶展厅里那些镇守者雕像脚下踩着的金色纹路同出一源。这里，这个凹槽的大小形状和博物馆里那些标着流失的展台底座完全一模一样。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古墓，这里是曾经存放过博物馆的文物。林修，你看这儿，你们把我关了50年，现在我要毁掉你们的心血，这是什么意思？这些是博物馆里遗失的残缺文物，为什么会散落在这里？这个人绝对和第9号私人博物馆有着极深的关联，甚至和那些流失在外的文物有关。副队长，这2样东西能否让我借用一段时间？借用这2样文物？没错，这2样东西对我有大用处，但我目前不方便解释。这次营救行动你立了大功，我可以做主让你带走这2样东西。多谢了。
完美归位，把流失的文物找回来，原物奉还。这难度怎么说也和修复残缺文物差不多了吧？一件算100万，2件就是200万。最关键的是，苏秘书还得再回答我2个问题。只要我找回或者修好足够多的文物，用不了多久，这第9号私人博物馆的底细就能被我打探清楚。又消失了。这个灵修，一到晚上下班，行踪就变成一片空白。我明明一路跟着他的路线追踪，可为什么每次一到这片老街附近，他整个人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任何痕迹。他一加入镇灵司，立刻就动用 A 级权限去查第9号镇灵工程，拥有那种恐怖的力量，却偏偏对诡异法则一无所知。灵修，你究竟是什么人？加上这尊碎掉的，一共是13座雕像。档案里明明白白写着14名镇灵师，以身为期。可第14个人究竟是谁？去了哪里？还敢来找麻烦？我明白了，你们这些镇守者，是在持续消耗自己的身体和力量，去压制这座博物馆里的所有诡异文物。你身体碎裂是因为力量被掏空了，那座坍塌的雕像，或许也是因为力量耗尽而彻底死亡的。刚才是你在保护我吗？织女云锦娘，琴师钟离贤，书法家莫千秋，石雕师石不语，漆匠朱旭明，玉雕师毕恒，木匠班鲁生，铸造、绘画、雕刻、织织、漆艺、琴音、书法、石雕、玉雕、木工、制陶。鲁百端是铁匠，所以这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都是他铸造的，那岂不是意味着那些瓷器是陶匠泥翁烧制的？墙上的簪花仕女图是画师丹青子画的，积雪玉簪是玉雕师毕恒雕的。那这博物馆的所有文物，岂不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无怨画师，镇守100年，后来者勿悲，吾等无悔。加快修复，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对劲，
之前守则上凭空多出来的提示，全都是那种印刷体文字，可这次的字迹潦草急促，明显像是手写的，而且连颜色都不对，这更像是血书。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靠！你这书居然是活的，还能听懂人话，回答我的问题。既然你能交流，那好，我问你，究竟是谁创造了你？为了让后来者活下去的人。那你告诉我，这座博物馆究竟是什么？地下到底埋葬着谁？第14个镇守者又在哪儿？去问他，他是谁？难道是指苏秘书？喂，别装死啊！他到底是不是苏秘书？为什么非要继续修复文物？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喂，先知死书，老伙计，在不在？靠，关键时刻掉链子。去问他吧。好，我就把这个他当是苏秘书了。苏秘书，早啊。看样子，昨晚你并没有修复新的文物。昨晚确实没有修复残缺文物，但我干了一件比修复更难的事。哦，什么事？我从外面带回了2件博物馆遗失的文物，青铜酒樽和半截玉佩，我已经将它们摆放回了他们原来的展台上。什么？你居然找到了博物馆遗失在外面的文物？那你有没有遇到那个人？那个人？苏秘书问的是哪个人？难道是在密室墙壁上留下刻字的那个人？能让活了100年的苏秘书这么紧张，这人绝对是个极度危险的恐怖存在。遇到了。那个人让我给你带句话，你们把他关了50年，现在他要毁掉你们所有的心血。林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这句话，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个人，以你的本事是绝对不可能活着回来的。靠，被看扁了，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强。哼，行了，我也不跟你卖关子了。苏秘书，你说我是应该叫这东西博物馆夜班守则呢，还是应该叫它先知死书？你居然和他沟通过了？他对你说了什么？他说让我活下去，继续修复。他还说有任何问题直接来问你。苏秘书，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知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我继续在这个博物馆中修复文物，我可以同意继续替你们干这卖命的活，但前提是你必须解开我所有的疑惑，不再有任何隐瞒和欺骗。既然连他都愿意指引你，看来他真的接纳了你。我答应你，你想知道什么，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第一个问题，这座博物馆里的残缺文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为什么我在修复这些文物的过程中，会莫名其妙地获得强大的力量？林先生，你不是已经加入镇灵司了吗？镇灵司的那条铁律，你应该早就烂熟于心了吧？诡异的力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没错，在这个世界，诡异是永生不灭的。想要彻底消灭一只诡异，唯一的办法就是封印它。而你修复这些残缺文物的过程，就等同于再重新封印它们。封印就等同于击杀，所以
当文物被你修复完整，诡异被重新封印的那一刻，他身上被抽离的力量，自然就转移到了你这个修复者的身上。这就是你为什么会不断变强的原因。好，那我再问你，既然这些残缺文物全都是极其恐怖的诡异，为什么这些流失在外的文物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但在这座博物馆里，它们却只局限于一件小小的死物，甚至大部分只能极其微弱地动一动。还有，连我自己的力量，在博物馆里和在外面都有着极其巨大的差距，感觉在这里面，我的力量被压制了一大半。因为这就是建造这座第9号私人博物馆的根本原因啊！在这座博物馆内，所有诡异的力量都必须被绝对镇压。诡异的力量被镇压？灵修，你仔细想过没有？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偏偏只有5个大展区？青铜区、玉器区、字画区、陶瓷区、兵马俑区，这有什么讲究吗？因为这5个展区的布局是完完全全依照道教至高阵法5岳真形图修建而成。这座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极其庞大的纷纷绝地大阵。看到的那些镇守者雕像，就是这座大阵的力量源泉。100年来，他们不生不死，化作青铜石像，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燃烧自己，为这座阵法提供力量，死死镇压着馆内成千上万的诡异。灵修，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一切，镇守者们的力量已经快要耗尽，这座大阵撑不了多久了。所以，之前的规矩作废。从今晚开始，你不再是每天只修复1件文物，而是每天至少修复10件。1天10件？我靠，这可是玩命啊！他们会集体把我撕碎的。你放心，我还有所有镇守者，哪怕拼尽最后一丝底蕴，乃至这座博物馆本身，都会全力保护你，帮助你。灵修，我们没有时间了，那个人快要来了，你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尽快修复完这座博物馆内的所有文物。只有不断修复，你才能不断变强，直到你完全获得12座镇守者的传承力量，成为当世最强的镇灵师。只有那样，你才能接替他，彻底终结这场持续100年的噩梦。1天10件是吧？行，既然这摊子事儿落到我这入殓师头，我就把这座坟墓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全都给他们料理得干干净净。